谢桓与我定情3年，迟迟没有娶我。他说没有功名，妹妹还在教坊司苦熬，无心嫁娶。我卖了一碗又一碗馄饨，供谢桓赶考，供他妹妹赎身。张榜后，四邻纷纷要我关了馄饨铺，去做官夫人了。可谢桓殿试后，却再没回来。我担忧入京，却在入城时听见启儿低语：今日探花郎娶妻，我们去说些吉利话，讨点喜钱。听闻那新娘子是教坊司醉奴，谢探花金銮殿上求圣上赐婚，真是痴情。我愣了半晌，敢问各位说的谢探花，可是谢桓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跟在启儿身后，看到他们所说的探花郎娶妻的队伍。谢桓一身红衣，骑在骏马上，眉眼意气风发。我几乎僵在那里，呆愣愣道：那教坊司的协宁娘子，不是探花郎的妹妹吗？兄妹怎能成亲？不是亲兄妹里。小启儿说的绘声绘色，听说是什么千金小姐，别看探花郎现在风光，几年前也不过是个打秋风的穷表哥。说起来，当初还是探花郎配不上人家呢。只是2年前，那小姐父亲犯了事，一家子都下狱了，男的被砍了头，女的没入教坊司。小启儿唏嘘一声，说书人说探花郎求圣上赐婚他与教坊司官奴，陛下恼了，又被谢探花痴情打动，花轿坠在他的身后，叫边流苏晃动。谢桓翻身下马，启儿们找准空子凑上去，一箩筐吉利话倾倒而出：红烛亮，盖头鲜，秤杆挑起并蒂莲，东边日头西边月，恩爱100年永不缺。谢桓望过来，唇角的弧度愈发上扬，他吩咐小厮多撒点喜钱。探花郎大方。谢桓转身走向花轿，突然身形一顿，看到了启儿身后的我。我在谢府等到深夜，谢桓来找我，屋内的高大婆子才低头离开，还关上了门。他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感觉到凉意，便用双手来暖。我冬日卖完馄饨，谢桓来接我时，也是这样为我暖手。我有些恍惚。1月前，谢桓高中的消息传回，街坊四邻喜气洋洋，纷纷恭喜我，以后不必卖馄饨，要当官夫人了。可谢桓入京参加殿试后，却再无消息，甚至有流言称他金銮殿上触怒圣上，怕是要获罪。听到这话时，我手中盛着热汤的碗哐当砸在地上。谢桓赶考，与同窗交际要钱，给妹妹赎身更是要花大笔银子，家里的银钱所剩无几。幸而东邻的孙婆婆，西邻的孙娘子，家家户户给我凑了些。我想若谢桓当真出事，四处打点还需钱财，一狠心，甚至把我娘留给我当嫁妆的镯子都当了。我想过若谢桓无事怎么办，谢桓被褫夺功名，谢桓被下狱了怎么办，可唯独没想过，看到谢桓另娶他人，知道谢桓一直在骗我，我要怎么办？一滴泪砸到谢桓手背上，他仿佛被烫到一般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如同他赴京那日，我把盘缠并赎身银子交给他时，当时他的声音有些哑：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忙道：是有个好心的公子，喝了碗馄饨，居然在我钱匣子里留了锭金子。阿环，等你考中，再把妹妹赎出来，我们就……到底还有几分女子的矜持。我的话没说完，红了脸颊。谢桓看了我许久，把我拥入怀中。我倚在他的胸膛，看不见他的神情，只有声音回荡在耳边：元夏，我不会负你。我胡乱抹了把眼中的失意。谢桓，把我当傻子骗，很有趣吗？不管寒冷暑热，我一碗碗馄饨，供我和谢桓嚼用，供他的纸墨笔砚。哪怕后来另了间小小的铺面，我也从未有过一日备览。我做梦都想你早日和妹妹团聚，我们成亲，以后好好生活在一起。谢桓是爹娘离世后，我给自己选的新家人，我也决定好好养着他妹妹，这样那个栽着杏树的小家又是3个人了。我逐渐哽咽，谢桓眼中闪过一丝心疼，可这不妨碍他看着我劳劳碌碌，一枚铜钱都舍不得乱花，看着我满心憧憬，背地里是不是还在嗤笑，我这般拼了命，最后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谢桓的神色也动容了几分，他强硬地拉着我不放。元夏，事到如今，
若我说我没想另娶他人，你可信？谢环说，在被点为探花之后，他确实触怒了圣上，因为赵协宁身份特殊，并非花费银两便能脱身。他下跪请求陛下能为赵协宁脱去奴籍。皇帝刚钦点的探花郎，下一刻便为了个官奴求情，皇帝难免不快。幸而有赏识谢环的官员从中斡旋，引着谢环说出与赵协宁的渊源。昔日墙头马上遥相顾，说到底，即便其父有罪，女子无辜，一朝沦落，男子寒窗苦读，也要救心上人脱离苦海。不合时宜的请求，被淡化为了年轻人一时冲动，成就了一桩情深佳话。皇上颇为玩味，金口一张，还为二人赐了婚。元夏，我落魄时，赵家对我有恩，不仅供我衣食，还允我在族学中跟着大儒读书明经。谢环定定看着我，他们家如今只剩协宁一人活着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尽苦楚，什么都不做。曾经表妹与我与你之别，我俩从未相许。认识你之后，我的心中便只有你。当初模糊他的身份，也是怕你会想多，会离开我。说到这，谢环的眉眼已盛满了密密麻麻的苦涩。骗你是我有错，可如今我已进退两难。但我说不会负你，就绝不食言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掷地有声。元夏，再过几个月，等京中人的注意力不再放在我身上，我便带你做良妾可好？我沉默了很久，久到谢环又唤我，元夏，我们……你住口！我近乎咬牙切齿，谢环，要怎样的狼心狗肺才能说出这种话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就算你对我从来无半分情意，于情于理，我也当得起你一声恩人，你报恩的方式就是要我给你做妾？谢环被我骂得狗血淋头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轻叩房门，一个女子柔声道：“夫君，可方便我进来？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协宁，眉目如画，若柳扶风。赵协宁亲热地拉起我的手：“元夏姑娘，这几年有劳你照顾着夫君，夫君心里有你，我怎能没有容人之量？”他叹了口气，只是今日到底是我新婚，我虽不是那等搓磨妾室的主母，也不可能立刻给你名分，再过段时间便抬你进门，可好？赵协宁的话听起来通情达理，可却一直自说自话。他的婢女看着我眼神轻慢，甚至轻啐一口：“怎会有这等不要脸的狐妹子外室，捡着我家小姐大喜日子闹到面前，小姐宽宏大量，还不跪下来谢恩？”我气到快要发笑，说要娶我的是谢环，骗我你们是亲兄妹的是谢环，拿着我攒的钱从教坊私塾你的还是谢环，你俩既已成亲，我绝不纠缠，只是还请把银子还我，拿了钱我就回家，再不会踏入京城半步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赵协宁的小丫鬟突然一声惊呼，赵协宁面色苍白，拿着帕子软软倒了下去。在他倒在地上之前，谢环将他接入怀中。他看向我，声音像淬了冰碴子：“元夏，我当你真如此清高，要银子我给你便是，为何如此逼迫协宁？”赵协宁娇弱地躺在他怀里，泪珠滚落下来：“夫君，莫怪季姑娘，她也没说错，沦落教坊司这2年是我洗不掉的污名，谁都能来唾我一句。”他突然用帕子掩唇，重重咳了起来。谢环瞥见帕子上已有血丝，神色愈发冰冷。纪元夏，背弃诺言，欺你骗你的是我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认了，可你不该张口闭口揭他伤疤。不用说，这桩姻缘是圣上亲赐。他看着我的目光，是我从未见过的陌生。你可知，协宁表妹当年锦衣玉食，若不是那一遭际遇，你莫说与她同入我后院，一个抛头露面卖馄饨的，便是见她一面都不配的。宛如晴天霹雳，我愣在原地，将作木偶。曾经我也问过他，若你日后高中，可会嫌弃我？当时的谢环甚至有些愠怒：“元夏，我在心中便是这般嫌贫爱富、贪慕权势之人，而如今他字字句句把我贬入到尘埃里。”赵协宁低声跟谢环说了什么，谢环叹了口气：“表妹宽容大度，元夏，我最多再许你个贵妾。除了那个名分，协宁甘愿同你平起平坐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？”
屋内几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用眼神责怪我，贪心不足，不知好歹。赵协宁苦笑道：“我已非丞相嫡女，如今是我配不上桓郎，只是圣上已赐婚，你该体谅夫君啊。”一瞬间，仿佛有什么在我耳边炸开。我死死盯着他，哑声道：“谢桓，他姓赵，说自己是丞相嫡女。这京中除了因他没赈灾银两下狱的那个，还有第二个赵丞相吗？”轰隆一声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风雨从未关紧的窗子漏进来，将烛火吹得愈发暗淡。谢桓的脸也附上一层阴影，他懊恼地看了赵协宁一眼，嘴唇动了2下，没有反驳。我跟谢桓相识3年，他早就知道。我爹为了给娘攒治病银子，在宋州做工，宋州水患，紧接着有了疫病，朝廷拨下赈灾银子，却被上上下下盘剥了一遍。我爹直到死都没等到赈灾银子，我连他的尸骨都未曾见到，所以遇见他时，我才会孤身一人。若谢桓只是负了我，我还可以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，可他居然骗我，攒钱就自己杀父仇人的女儿。我几乎失去了理智，拿起桌上的杯盏，劈头盖脸向谢桓砸过去。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，是他父亲贪没了我爹的活命银子？你还用我攒的银钱读书，高中后第一件事是给我杀父仇人的女儿赎身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让我给你做妾，跟杀父仇人的女儿共侍一夫？谢桓，你有心吗？最后一句话，我近乎嘶吼出声，喉咙涌上一股腥甜。直到旁边的婆子丫鬟把我钳住，谢桓都只是捂着额头，一言不发。夫君可是探花郎，你怎敢让他破相？赵协宁又惊又怒，着急查看谢桓的伤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来人，把他关起来，让他走。谢桓额角的血流到眼角，他只是不在意地抹了一把。他看着我，神色万分复杂。元夏，我没想过瞒你一辈子，可协宁是无辜的，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告诉你。我欠你的，我可以补偿。你没过过富贵日子，不知道哪怕做妾，也比起早贪黑卖馄饨好。他递来几张银票，这是协宁的赎身银子，还有这几年你花在我身上的，还给你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要往前看，我等你想通。我冷笑，那我希望你也早点死。而后冒雨离开谢府。我挨到日头出来，雇了牛车回到镇上。左邻右舍见我脸色，把疑问默默咽了回去。我还了银钱，又去当铺赎回了镯子。走了几步，我又折返回去，掏出一只银钗放上去。这是定情时谢桓送我的，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候，我都没想过当掉。当铺老板精明的目光在银钗上溜了一圈，又掂了几下。姑娘，这是银包铜，不值钱的。轰隆一声，几日来连绵的阴雨在此刻如倾盆一般，吓得我骨头缝里都湿冷难耐，一颗心仿佛在冰水里来回煎熬。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谢桓的时候，那时我被几个泼皮纠缠，正要抄起条凳赶人，谢桓却突然挡在我面前。他明明厉声喝退泼皮，回身看我时，才泄露眼中一丝后怕。我默默把条凳放下，刚想道谢，谢桓腹中却咕噜一声。他一愣，摸着肚子，红了耳根。我笑意盈盈，多谢郎君，今天的馄饨还剩10几只，可要尝尝？在遇到谢桓之前，我以为我想嫁的是隔壁刘屠夫那样的男子。遇到他后，我恍然，原来不需要虎背熊腰，满脸横肉，瘦竹般的脊背也能挡在我面前，护我周全。父亲染疫而亡后，母亲也相继病逝，院中杏花开了又落，一个人的家孤寂得让人难以忍受。有了谢桓相伴，好像又慢慢好了起来，可到头来都只是大梦一场。老板又问，换不了几个钱，姑娘可还要当？我笑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还留着做什么？死当！我回去的第2日，谢桓来了，他轻轻把手中的东西放在桌上，那只我当了的银钗，他居然又赎了回来。拿走，我不需要了。谢桓拿在手里轻轻抹撒，声音沙哑，元夏，我没想过骗你，是后来你告诉我爹娘之事后，我才意识到你和赵家。可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我不敢让你知道真相，怕你连我都不要了。我嘲弄地勾起唇角。
往昔的一幕幕，谢府的一幕幕，又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喜欢，你的喜欢，一文不值。谢环眼神受伤，你曾经对我那么好，满心满眼都是我，就因为赵家的事，就要连我一并迁怒，连补偿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你似乎根本不明白，爱和不爱都不重要了。这3年你做的每件事，哪怕有一件不是只想着赵家和赵协宁，真心为我着想过1分1毫，我们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谢环对我的感情，就像这只包了铜的钗子，看似精致的外壳下，从来都是虚情假意。谢环红了眼眶，那钗子是当时的我能给出来最好的了。陛下赐婚不可改，许你贵妾也是我能给的全部了。元夏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绝无可能。谢环难以置信，可你爹的事已经过去了啊，赵丞相已死，女眷也被连累受尽折磨，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，你还在怨什么呢？是啊，所有人都觉得已经过去了，我再揪着不放，反而显得我不依不饶。可是过不去。什么？活着的人是要往前看，可不能以忘却为代价。我在谢环的愕然中笑了笑。每一日清早，再没有娘温柔唤我起来，给我做招食，院中没有爹爹劈柴的声音，晚上归家时看不到娘为我缝补衣裳，听不到爹爹问我寒否饥否。每一个春夏秋冬都是我孤身一人。当我去想爹娘为何再也没法陪在我身边时，在我这里就永远过不去。我与谢环不欢而散，只是在临走时，他说：元夏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真正过不去的。半月后，我懂了他的意思。那天清晨，大家发现日常打水的井边都被罩了网。不网之人趾高气昂，你们这有种稀奇鸟，宫里贵人想要，为了捕鸟，你们不许再在此处汲水。是五方使，他们横行霸道，经常借着给宫里搜罗稀奇玩物之名，鱼肉乡里。他们不止逼着百姓去更远处汲水，下午又嘻嘻哈哈来我铺子和隔壁孙娘子的小饭馆大吃大喝，而后留下一笼子的蛇。这蛇吃鸟雀，得关起来，今日没带钱，就拿这蛇抵债吧，好生养着，若是死了，抓你们进大牢。食客惧怕，都不敢来吃饭。又劝我忍让，道他们并非随便说说，此前经常用这行径盘剥京中富商，可为何针对我这小小的馄饨铺子？五方小儿临走前，意味深长地为我答疑解惑。咱们探花郎前途大好，姑娘与其犯倔，不如服个软，享荣华富贵去啊！一瞬间，我的血液都要凉透了。曾经的谢环拼了命，不许他人仗势欺我，而如今他有了权势，却明白告诉我，认命给他做妾，他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，就能让我的日子过不下去。孙娘子是被我连累，我去向他赔不是时，他搂着我叹息道：罢了，咱们一介草民，拿什么同他们斗？若铺子开不下去，我们走便是，天大地大，总有他谢环管不着的地方。孙娘子的夫君同我爹一样，死于宋州那场水患。他抹了把泪：元夏，你爹娘肯定也只想你好好活着。就在此时，孙娘子的胞弟气喘吁吁跑进来：塌了，朱雀桥塌了。会做什么？八字眉的监厨官员居高临下看着我。回大人，汤饼、剥脱、炊饼都会的，奴家在京郊镇上有馄饨铺子，客人都说味道好呢。我陪着笑脸，我是跟着孙娘子和他弟弟一同入京的。连日的阴雨冲塌了朱雀桥，朝廷负责劳役的湘军人手不够，官府从民间招工，做工的做饭的都要。我犯了倔，爹娘亡故后，我都没有丧气，自食其力把自己养活得好好的，如今更不可能。丰乐县是我的家，是留着爹娘念想的地方。偌大京城，我不信没有我能讨生活的地方。监厨皱着眉：纪元夏，丰乐县人士，你得罪人了？有人说你那馄饨铺子偷工减料。我的心重重沉了下去。我刚想求情，却听到一个有些耳熟的倾诉声音：让他试试。他去了里间，我在屋外惴惴不安。大人，就算从民间寻，也该从京中那些食铺。永安7年黄河决堤，
官府曾征用民妇制作急造饼。先皇在世时修永定桥，亦有馄饨张氏，日供汤饼200碗的记载。季姑娘一为良籍，二有做馄饨的好手艺，有何不可？可大人，您不认识她，也没尝过宋氏的馄饨，怎知是污蔑还是实话呢？谁说我没尝过？屋内交谈暂歇，门一开，一张有些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。只要见过这张脸的人，大概都会觉得，若此人今年也应举探花郎，怕是轮不到谢环。他就那么笑盈盈看着我，我惊喜万分。公子，居然是您！是3年前的一个雪夜，喝了我1碗馄饨，后来又光顾过我的摊子，给我留下那锭金子的公子。方英贤。监厨的官员来回打量我俩，一撇嘴小声道：大人早说是就相识啊，我何苦做这恶人？好了，早些把名单定下来，把桥修好。他冷哼一声，省得有心之人又拿此事做文章。这不是我能听的，我签了文书便默默离开。第2日送完招时，民医们热火朝天忙了起来。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去，方英贤却走了进来。还有多的吗？来一份，我自己付钱。我忙道：不用不用，大人那次给的金子都够另2间铺子了，1碗汤饼哪还能收您的钱？水汽蒸腾中，方英贤的眉眼有些模糊不清，他如今愈发气势慑人，和当年那个眸中几乎存了死志的落魄公子完全不一样了。只听他温声道：既然如此，为何姑娘为何不好好另个铺子营生？你那心上人怎么放心你一人来京中讨生活？我同他提过，我有个读书应举的心上人，没想到这种小事他还记得。我勉强笑了笑，大人帮我许多，于情于理，我不该隐瞒。我只说了5方使之事，没有提及谢环。方英显脸眸，我既知晓此事，便绝不会视而不见。方大人是好人，谢环如今在朝中势头正好，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。修桥的第7日，来了位不速之客。赵协宁的目光落在后厨的灶台上，轻轻用帕子掩唇。季姑娘还在赌气，宁愿受这种罪，也不愿向夫君服个软。他的丫鬟嗤笑一声，他这种做惯了苦活的贱民，有什么受罪的，给服气都不知道想。我把手里的热汤泼过去之前，赵协宁居然冷了脸，给了那丫鬟1巴掌。丫鬟委屈地捂着脸，不敢再说话。赵协宁又看向我，姑娘别动怒，我这丫鬟心直口快，没坏心眼的。他叹了口气，可桥中会修好的，姑娘日后要作何打算？左右都是要入府的，不如早些服个软。他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要知道，男人是没什么耐心的，早些服软，别生生消磨了情分。我冷眼看着主仆2人一唱一和，为当初的自己感到不值。就算没有仇怨，攒钱来救这种人，也是糟蹋了我那些馄饨。我冷笑道：应该没有女子愿意跟他人分享夫君吧？夫人与其在这劝我服软，不如劝谢环早日放弃针对我。赵协宁却也笑了，我确实不想姑娘入府，可那些5方小儿是受我驱使，得不到就容易惦念着，不如放在府里，说不定很快就成了鱼眼珠子。我不想再浪费口舌，索性拿起菜刀吓唬他：你怎么敢只带个小丫鬟就来的？不怕我动手？我们这种做惯苦活的，可不懂你们后宅弯弯绕绕，有的是力气，杀你跟杀鸡一样简单。赵协宁吓得连连后退。8字眉监厨突然冷着脸进来赶人，工艺上人员闲杂，谢夫人还是早点离开。又扬怒：你也是，自己的地盘还被人欺负到头上，跟他废话什么？赵协宁脸色青了又白，不甘而去。这几日，监厨的官员也会对我挑3拣4，但本心还是为了百姓。义夫自己出钱买招时，他担心我们偷工减料，可挑剔归挑剔，见我被欺负，也护犊子一般护着我。他有些恨铁不成钢，京城这地方一砖头下去，不知能砸到多少个状元榜眼，那谢环算个球。他们欺人太甚，你自己动手不等着吃官司吗？去跟方大人告状啊，还收拾不了他们了。我道：方大人那么忙，我与他非亲非故，怎能一点小事就去叨扰？方大人名为英贤，却忙得很。这段时间我也渐渐听闻，
方英贤有从龙之功，颇受天子爱重。奸厨撇嘴，这谢探花不是刚娶了顾丞相嫡女，转眼就让自己夫人来帮着纳妾，没皮没脸。赵家人做的事，你放心去求方大人。方大人和赵家可是积怨已久，他父亲当年在宋州知州任上，就是被他们家陷害的。宋州知州，我还想细问，方英贤却进来，见状挑了挑眉。忙完了这里，还不回官署？监厨忙小声道：嗨，你自己问吧。一溜烟走了。方英贤道：五方使之事已经解决了。方英贤一句话，便吓得他们收回所有针对。见我眼中仍有忧虑，又道：公事五方使沉疴已久，前几日朝中白石仪已经上奏，还写了首诗，陛下读了很是痛心，只是陛下刚继位，总得一件件解决。季姑娘相信我，要不了多久，百姓不必再受烦扰。他一派胸有成竹，我也被他感染，露出笑容。只是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，季姑娘。他定定看着我，事到如今，能否告诉我，你为何会与新科探花谢环结下梁子？我默然，良久道：谢环便是我拿上京赶考的心上人。方英贤手指微动，居然是他。相鼠有皮，人而无疑。没听懂，但直觉方英贤在骂人。但现在顾不上谢环的事，我装了满腹疑问，可方英贤又匆匆走了。我也和孙娘子一起回了趟丰乐县。方英贤不仅让五方使撤了蛇笼，为防食客顾虑，还逼着他们给我擦洗桌子地面，摆明了告诉所有人，日后五方小儿再不敢针对我。孙娘子感叹：方大人真是个好官。我重重点头。我也准备重新开张，关了门忙里忙外收拾着。刚剁好馅料，已是日头西沉，我突然眼前一阵阵发晕。这段时日发生的事太多，我强撑着一口气，还是病了。我不知自己昏睡了多久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混沌。不知道是不是今日提到宋州，我做了很多梦。一会是总角之时，爹爹把我扛在脖子上，我伸长了手去摘院内杏树上最甜的那颗果子。娘亲在一边笑盈盈地看，趁着爹爹小心些，别摔了我。一会是爹爹背上包袱，满眼忧虑不舍，交代我他要去宋州做工，要我好好照顾娘。恍惚间，又是孙娘子惨白着脸带回噩耗。娘亲躺在床上，一口鲜血呕了出来，气息衰败。一会是天降暴雨，我一路淋着雨都没哭，却在打开家门，看见大雨冲刷着杏树光秃秃的枝头，屋内只有黑暗空气后嚎啕大哭。一会是天上下着雪，谢环执了一把12股的伞挡在我头顶，温柔道：元夏，以后有我陪着你。醒来时，屋内一灯如豆，有熟悉的身影坐在一边，拿着调羹凑到我唇边，苦意弥漫。渐渐清晰的视线中，是谢环身着官服的身影。方英贤说吏部还有一堆待制的进士，谢环居然这么快就受了官，是陛下爱重，还是谢环有什么靠山？我一口口喝光了苦涩的药汁，谢环又端来一碗粥。旁边的侍女要代劳，谢环却坚决要亲自喂我。喝完粥，身上渐渐有了力气。我哑着嗓子道：谢环，我要回家。他应当是在我昏沉时把我带回了谢府。可谢环平静道：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谢环却慢慢不平静了。他突然问：你怎么认识方英贤的？我冷冷地道：与你无关。谢环猛地钳住我的下巴，逼我睁眼看他：元夏，你就是不肯原谅我吗？我嘲弄道：谢大人都要把我往死路逼了，现在说这些不觉得可笑吗？谢环沉默了一会，手上松了力道：我被陛下派了差事，刚刚回京，我不知道协宁做的这些事，他也是为了我，太心急了。他又道：那方英贤受天子爱重，肯定还要高升。元夏，这样的人更不可能娶你的。我怒极，面上反而更是平静如水。照你这么说，给你当贵妾是我最好的选择了。谢环眼神一亮，试探着看着我：元夏，你想通了？又软了声音：五方使之事，我本来就没准备坐视不管，更加不可能逼迫你，只是还未来得及。我没想到你居然会跑去应征修桥的差事，我心疼的要命。
下个月，不，3天后，我以贵妾之礼迎娶你，可好？谢环想来摸我的脸，却被我一巴掌打得愣在原地。这一巴掌几乎用光了我所有力气，我气得胸口不断起伏。我早就该打你了。什么生气，什么原谅？谢环，你凭什么觉得你一而再再而三欺我辱我，我都能不计前嫌？就凭你现在是探花郎，我是商户女吗？你凭什么觉得到了如今这地步，我还会跟你扯什么情情爱爱？你滚，你给我滚！我红了眼，端起旁边的碗勺朝他砸去。谢环狼狈不堪，钳住我的手腕，喝道：纪元夏，你疯了不成？我如今受书王看重，飞黄腾达是迟早的事，你老实待在我身边，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他吩咐婆子看好我，正起身要走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大人，方御史深夜造访。谢环眉头重重一跳，他没想到方英贤会找上门来，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谢环让丫鬟婆子把我扶了出去。谢环向他行礼，方英贤却瞥都不瞥一眼，走到我跟前：季姑娘，没事吧？我强撑着，笑着摇摇头。方英贤将我拦腰抱起，我昏昏沉沉依偎在他的怀中。谢环黑了脸：方大人，纪元夏与我定情3载，我正要纳他入府，即便大人是上官，也没有夺人爱妾的道理吧？可你负了他，他也不愿做妾，不是吗？方英贤沉声道：谢探花刚刚受官，还是爱惜点羽毛，言官们可是整日盯着呢。谢环在身后急道：方大人何出此言？他同你说了什么？大人不可听信一面之词，尤其是这种出身市井，成日跟3教9流打交道的姑娘。他什么也没说。谢环愣住了。方英贤回眸，一字一句道：季姑娘从未同我说过你一句不是。谢探花，我不会听信谁的一面之词，是非曲直我自有评判，只是探花郎莫忘了，凡事都要讲个良心。谢环的嘴唇翕动着，眸中渐渐有了些许悔意。可以无人在意。方英贤把我带去了医馆。不得不说，在谢环的照料下，我的风寒已经大好了，只是还需几副药固本培元。大夫去了外间抓药。方英贤道：孙娘子来找我说你不见了，我猜到可能与谢环有关。我低声道：多谢大人，我已经欠你很多了。是我欠你。他这么说，那些堵在喉咙里的疑惑再也忍不住了。方大人，您父亲当年是宋州知州，他在任时可是宋州水患时。方英贤的手指微微蜷缩，他塞了个汤婆子在我手里，又倒了杯茶，推到我面前。季姑娘，你想知道的，我慢慢同你说。阴沉沉的天空，没有一颗星子，那些痛入骨髓的往事更清晰地显露在我眼前。当年的宋州水患，赈灾银子迟迟下不来，宋州知州急怒之下，连上好几道折子，矛头直指当朝宰相，包庇欺旧，贪没赈灾银两。当年的宋州知州姓方，方英贤曾经也人如其名，在严厉却也慈爱的父亲护佑下，闲散安乐。后来父亲得罪当朝宰相，被诬陷入狱，无人敢伸出援手。几近绝望时，他找到曾经的老师，早已退居田园的大儒，而对方不愿再沾染官场是非，听闻后也只是一声叹息，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京中传来消息，方知州在牢中畏罪自尽。可谁都清楚，那绝不是畏罪自尽。那天的雪下得很大，方英贤本想跟着一起去了，可是我在他深一脚浅一脚往河边走的时候，叫住了他。公子，你脸都冻红了，我还有一碗馄饨没卖完，可要暖暖身子。我也渐渐回忆起了那晚。我不知道当时的方英贤遭遇了什么，只是他眸中的绝望让我觉得，如果我不拦住他，说些什么，日后想起来我一定会后悔。因为曾经我也想跟着爹娘一起离开的，可是我还记得爹说过的话，我便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劝着当时的方英贤，越是难过，越要好好吃饭，吃饱了肚子，然后好好活下去，活下去才有希望，不是吗？方英贤一字一句复述出了我当时说的话，他居然记得那般清楚。他看着我，回京后，我投效了当时还是3皇子的圣上，成为他手中的一把刀。
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皇权更迭的大事，也将当时的艰难险阻、生死攸关，统统一笔带过。再后来，赵家倒台，依附赵家的这些旁支也树倒猢狲散。我遇见了谢桓，跟谢桓定情后，他因风寒错过了科举考试，本来懊悔不已。我当时劝他，你还年轻，还有时间呢。可谢桓说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我以为他是想尽快考中后迎娶我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只是急着救赵协宁脱离苦海。没想到只过了小半年，新帝登基，又开了一场制科。方英贤助新帝登基后，曾又来丰乐县小住过几日，几乎日日光顾我的馄饨摊子。偶尔闲叙，他未曾细说，只是道他的事有了转机。当时我很开心，公子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好好活着，好好吃饭，就会有希望。比如我那心上人生了病，错过考试，以为又要蹉跎好几年，却没想到天子开了恩科。我还记得当时方英贤怔了一瞬，而后释然地笑了笑。他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走时默默给我留了锭金子。谢桓便是用这锭金子加上我攒的银钱，赴京赶考，还帮赵协宁赎了身。我明明不想哭的，可不知何时眼泪落了满脸。雪泥红爪，我以为毫不相关的人和事，居然全都串联在一起。灯花噼啪作响，方英贤探身，温柔地帮我拭去。我向他行了一个礼，郑重道：方大人，你和你父亲都是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。方英贤道：这世上的事，选择了就不必后悔。我爹说他不后悔，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所以我也不后悔当初回京，虽然错过了很多，但至少现在的我更能护得住我想保护的人。我的心一跳，烛火摇动，方英贤神色温柔，却未再说出令人心颤的话语。他只说：季姑娘，我们现在至少是朋友了。丰乐县是你的家，无人能逼迫你离开，更不能逼你做不想做的事。本官会替你撑腰。没几日，京中流言四起，御史中丞方英贤在早朝参了新科探花一本，罪名有数条，其中一条是私德有亏。京中开始传言，探花郎娶妻前就有心仪女子，那女子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科举，可探花郎一朝高中，却对他弃如敝屣。不仅如此，连为新夫人赎身的银子，也是从那女子手中哄来的。众人哗然，谢桓的风评肉眼可见地跌落下来。只是令人奇怪的是，他却没有辩驳，甚至自请外放岭南，任谁见了都要叹一句：探花郎原本大好的前途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方英贤羞目，约我饮茶。我因为铺子的事晚了几分，刚准备推门进去，就听见里面已有说话声。方大人的面可真难见，若非今日打听到您在这家茶楼，怕是一句话都跟您说不上呢。方英贤的声音没什么情绪，有话直说，跟有妇之夫单独共处一室，我怕引人非议。赵协宁苦笑一声：方大人何必呢？我夫君与您无冤无仇，何苦逼迫至此？我本就跌落谷底，好不容易脱身，以为苦尽甘来，如今竟又要沦落到岭南瘴气之地吗？方大人，我以为您至少会同情我几分，我与你何其相似，曾经无忧无虑，一朝父兄获罪被连累，可方大人是男子，还能重新振作打拼，我呢，我能怎么办？方大人不愿帮我，是嫌弃我吗？可我宁愿投生为男子，追随父兄去了，好过教坊司里受人亵玩，日日煎熬。赵协宁的声音带着细细的哭腔，惹人怜惜。可方英贤依旧平静，这平静对比起来甚至有些残忍。他说：我从来不会看不起你，但是我们不相似。我父亲是糟污，可你父亲是实打实贪没了赈灾银两，把你锦衣玉食教养大的，是沾了血的银子，所以不论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帮你父亲翻案。赵协宁一愣：于私？你我之间没有过交集，何来局于？方英贤轻笑一声：令尊加害过的无辜官员不知凡几，区区一个宋州知州，谢夫人应是听都未曾听过。以及季姑娘是我的朋友，我自是护着她。就在这时，小二来推门送茶，猝不及防，里面两人都看到了我。赵协宁脸上仍挂着泪痕，
看到我后，眼神震惊夹杂着愤恨。他含泪道：“可那是我爹做的事，我能左右吗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就活该遭受这些屈辱吗？”谢环现在惦记着他冷落我，你也偏袒他，我到底哪里不如这个贱人？这话一出，一直很平静的方英贤语气有了怒意。谢夫人，你可以恨天道不公，那么多贪官污吏，偏偏你爹被查到，让你不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更可以怨恨这世道。同样是问罪，男子为何就能引颈一刀，女子却要受百倍煎熬？但你唯独不该恩将仇报，恨这个自己省吃俭用，用一碗碗馄饨攒出来的钱帮你赎身的季姑娘。他一句又一句，将赵协宁打击得面无血色。赵协宁咬咬牙，呵，我都身在泥沼了，哪还顾得上拉我出来的这条绳索出自谁之手？我只管得了我自己，顾不上旁人。他忽然看向我身后，凄然一笑：“季姑娘想必还是完璧之身吧？我这个残花败柳确实不如你。成婚这么久，他未曾碰过我。”我回头，是脸色难看的谢环。他嘲弄地看着谢环，却在对我说话：“季姑娘，方大人不是欠你一个恩情吗？只要你让他放过谢环，谢环就以平妻之礼待你，如何？你死活不愿意做贵妾，不就是因为这个吗？”协宁，你住口！那我直接谢恩要方大人娶我，不就好了？我与谢环几乎同时出声。谢环愣住了，方英贤轻咳一声，别开了眼。我走到赵协宁面前，第一次仔仔细细打量他。你要问你父亲做错事，你为何受牵连吃尽苦楚，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告诉你。谢环说，你是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我卖10年馄饨都买不起你当年绣鞋上一颗明珠。若你还是那个高门嫡女，我连见你一面都原是不配的。所以我从未想过为你攒了赎身钱，你就欠我什么？不是因为我烂好心，而是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。这就意味着你父亲未曾犯下弥天大错，意味着赈灾银两能顺利到百姓手上。我父亲病好后，开开心心回家，同我和娘亲团聚。我笑着笑着，却笑出了眼泪。不至于被一把大火烧了，我连他的尸骨都见不到。我宁愿从未遇见过谢环，若我父亲还在，他又怎忍心我孤身卖馄饨谋生？我笑得讽刺，眼角却渐渐沁出泪。你问父兄获罪你为何被连累时，可有想过他们手上沾了血的银子，你可曾享用过？赵协宁再说不出一句话。谢环让丫鬟把他带了出去，看向我，声音哑涩：“元夏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他垂在身侧的手不断颤抖。我要去岭南了。我真的早就对协宁没有男女之情了，我心里一直装的只有你。如果我立了功，跟协宁和离，你可还愿嫁给我？我摇头，唯愿与君不复相见。不论是天高路远，还是生死之隔。谢环的身影摇摇欲坠，他站在那里，仿佛终于意识到，那个自己都舍不得天见冬衣，却能为了他温书不费眼睛买来更贵灯盏的姑娘，那个凑过来一枚枚数着铜钱，数着还要多少日子能和他成亲的姑娘，再也不爱他了，甚至只剩下恨。曾经他拥有过这世间最珍贵的东西，可他用欺瞒和谎言毁了一切，却还自以为他可以两全。是他自作自受，他曾有机会与他成就良缘，相伴终生，如今后悔莫及。谢环走后，我和方英贤的视线在空中相撞，陡然间两个人都逃开了。我摸了摸鼻子，方大人对不住，我那是对他们的气话，我没想过协恩要你娶我。方英贤长长叹了口气，我明白，来了2个讨厌鬼，还惹你又掉眼泪了，不过总算走了。茶也凉了，茶果子还吃吗？我坐下，拿起豌豆黄咬了一大口。当然吃，人生在世，第一件要紧的就是吃饱肚子。赵协宁跟着谢环去了岭南，方英贤也慢慢忙碌起来，有时都快打烊了，他才带着满身倦意进来，要杯粗茶，闲坐一会，与我聊上几句。托他的福，莫说五方小儿，我的馄饨铺子连个地痞都不敢招惹。谢环一开始也有几封书信寄来，我未曾看过，后面就越来越少。直到半年后，
方英贤给我带来一个消息，谢桓死了，陛下继位，书王假意乖顺，背地里在岭南练兵，想要谋反。方英贤眸光沉沉，他们以为陛下不知，可当年太上皇去之前，就给陛下留下过口谕，要他提防书王。当年赵丞相贪没的许多银两，背地里也是输送给了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时有些失语。陛下为谢桓赐婚赵协宁，谢桓投靠书王，谢桓去了岭南，包括朱雀桥因多日暴雨而塌一事，书王一派也想拿此事做文章，甚至想编造谣言，是陛下德行有亏才会如此。所以方英贤堂堂御史中丞，才会对修桥之意如此上心。原来一切早有前因。他说谢桓成了叛贼，已被乱箭穿心而死。赵协宁知道后，当晚就饮了毒酒。这一次他的命运，他自己做了回主。方英贤轻声道：谢桓死了，你是难过了吗？我怔了许久，摇摇头，只是有些唏嘘。我与谢桓当真一语成谶，死生不复相见。方英贤走后，我打开了一封谢桓此前寄来的信件。他说：元夏，不日也许我将回京，也许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最近总是梦见你院内那棵杏树，你说那是你爹栽的，积德杏树，福泽姻缘。他若还活着，一定也想你觅得如意郎君。我们相伴3载，我知欠你良多，你可愿给我机会弥补所有过错？我凝神良久，又把信件折起来凑近灶台，看着火舌慢慢卷上指尖，最后止于灰烬。可是谢桓，你写信的时候是春日，我打开的时候已是深秋，院中的杏花早就谢了。日子又过了1年，那些烟波诡谲伴着书王之死也渐渐平息。这1年，方英贤做了很多事，在百姓中的官声越来越好。宋州百姓若是提起方英贤，也不免竖起大拇指，方大人萧其父。他主持才集公事，罢免5方使。他整治教坊，罪人女眷即便没入教坊，也只以歌舞为业，官员不得亵渎。如赵协宁一般的人是有辜，可不该是此种代价。当然，他要做的事还有很多，朝中也有反对之声。只是陛下正值壮年，野心勃勃，方英贤也有志同道合之辈，他们还有很多时间。这1年，我和孙娘子决定一起做生意，打通了2家铺子，又招了几个伙计。孙娘子促狭道：等再攒钱，咱们给元夏招个赘。重新开张那天，方英贤同许久不见的8字眉官员一起来了。孙娘子又改了口，趁我在灶间忙活时捅了捅我：元夏，我怎么瞧着方大人对你？嘘，莫胡说。我出去送菜，孙娘子在身后悻悻道：你俩谁都不开口，我看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面上不显，心中却有些慌乱。一出去正好撞上方英贤在看我，他刚想开口，我猛地瞥见桌上醋瓶子空了，说：我去买醋。匆匆跨过门槛往屋外走，日头正好，街上熙熙攘攘。我走了几步才发现我连醋瓶子都没拿，暗恼自己真是慌了神。刚回去还没进门，听见8字眉问：大人，您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跟季姑娘求亲？方英贤猛地一咳：别胡说，妨碍季姑娘的清誉。他急得一拍大腿：你跟季姑娘，我看连孙娘子那个只知道吃和做工的弟弟都能看出来。你不捅破这层窗户纸，难道要让季姑娘一个姑娘家先说吗？方英贤抹撒着手中茶盏，叹了口气：季姑娘一直说她欠我很多恩情，我若说喜欢她，想娶她，她大概会答应，可我怕是为了这些所谓的恩情。更何况她和谢桓那段情其实也还没过去多久，若季姑娘还没走出来，我就跟她表明心迹，不是让她为难吗？我不想让她为难。8字眉道：你不说她不说，就这么耗着是吧？方英贤笑了笑：来日方长，我有耐心。春日枝叶扶疏，历经1载春夏寒冬，杏花又热热闹闹挤满枝头。日光漏过花与叶，透过窗牖，斑斑点点落在方英贤的脸上。方英贤温声道：陛下派我去雍州，过了今天就得走了。要去多久？约莫至少3月。孙娘子从后厨出来，听到这话，看看他又看看我，道：
雍州姑娘豪爽，方大人又这般俊美，你再不说，小心人家后来者居上。他以为自己很小声，但屋内所有人都听到了。方英贤仔仔细细打量我的神色，直到把我看红了脸，他眸中却慢慢盛满笑意。不会有什么后来者居上，此心只归一人。我们来日方长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